玉凤，我们之前已经讲了一件事情，中国就说不要再内卷了，尤其习近平还开会说别再卷了，别再卷了。结果你看到这个画面，之前我们讲外送不要再卷，不要再零元购，结果，短短几天又开始零元购了。现在来说的话，已经到了不卷不行了。好，8月7号是立冬，好，这个节气来讲的话，立秋。那这种节气来讲的话，最近过去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立秋的话，男生要买一杯奶茶送给女生，心仪的女生，让你喝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结果你看到这没有？这像是战场一样啊！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外送的一个平台，包括美团、包括淘宝，都已经全部把它砸下去了。你只要上网之后登录，你就可以怎么样领这个折扣券补贴你，然后就去买。结果你知道吗？每个都炸成这个样子哦！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全部炸锅，然后呢，你看这个。店家出现什么订单瀑布？这订单瀑布你知道吗？太扯了吧！它每一个大概就是1公分左右而已哦。你知道这些外送员找这个订单已经找到快疯了，然后呢，你觉得找订单够难了吗？那你就要想嘛，你找订单很难，那做这些奶茶的员工难不难？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外送员找不到订单之后呢，又做不出来，结果你就出现，双方就直接吵架了。这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的对决，你知道吗？外送员气到，单子拿不到，急，为什么这么急？因为如果你时间过了，肯定负评就上了嘛，负评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收入，所以呢，他既然拿奶茶去砸店员，你想想看，你手上才2杯、5杯奶茶，我店员后面有几百杯奶茶，我就直接跟你对干。整个就砸了起来，太夸张了。好，另外来讲的话，你觉得这种小奶茶店也就算了吗？在瑞幸大家都以为瑞幸是做咖啡的，它也有奶茶，结果呢做不出来之后呢，两个口角，你嫌我慢，我嫌你对机器不熟，竟然也是砸起来，店员往内互打。对，往内互打。刚刚是小哥打这个奶茶店的员工，现在是员工自己来打自己。结果呢，最有趣的是这一个，做到最后有没有？我放弃了，我不行了，我不做了。你想想看，你做不完嘛？我躺在地上，你知道最可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开单机还一直跑出来，哒。我觉得这就是最无情的一个嘲讽。另外来讲的话，这个女孩子很可怜，被逼急了，我就做不出来了嘛。结果呢，默默的哭。你知道吗？转身之后才去擦眼泪，结果外卖小哥就开始心软啦，看到女生这样子哭了，店员这样哭，就说：“哎呀，好了，不吹了。”可是呢，你知道吗？太可怜了啦！我告诉你，哭下去你还是得做，这个东西是做不完的。你知道为什么吗？美团外卖一单领取什么20万杯，20万杯，人家的补助啪20万杯，然后呢，人家美团弄了20万杯，那你怎么办？淘宝要干嘛？100万杯。这个就是实力，所以你说这些奶茶你要卷到什么时候？你是卷不完的，这个东西对决下去是没有办法的。好，那现在来说的话，为什么很多人压力这么大去做外卖？那就是因为找不到工作。那如果你现在来找工作的话，你要知道找到了工作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收入实在是太低了。大学生这是大学的毕业生推得高啊，怎么样？9块钱1个小时，天哪！你去做1个小时的工，竟然只有9块钱，那你这个收入也太差了吧？但是呢，人家就告诉你，你来找工作，那就是你人求事，你要做就做，不做就走啊。实务上就是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叫你走。好，那现在来讲的话，大陆的这些毕业生还有一个遇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社保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劳保。那过去来说的话，很多人是不缴的，为什么呢？因为老板如果缴了的话，他要另外把钱给政府，那你的钱是不是就变少了？对，员工钱就变少了嘛，对不对？比如说你要给5000块的薪水，那老板也比如说缴个800块的社保，那你就少800咯。好，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员工自己也要缴社保。不是老板缴而已你员工也要缴400哦。对，那我这样子5000减1200，只剩多少？3800。所以呢，在过去来讲的话，很多的小店家或者是小型工厂就会来双方友善协调，要不咱们都不缴，那你就可以领到多少钱？领到5000了嘛，对不对？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一个强迫缴社保的话，从9月1号开始的话，不缴社保的合约都无效。结果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就哭了，为什么呢？因为强制缴了社保之后呢，你知道她的生活费剩多少钱吗？她是法学院毕业的法学院毕业女生，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只剩下800块人民币，
1个月。他1个月只剩下台币大概3326块。对，我自己要缴社保，然后呢，公司帮我缴社保之后又扣我的薪水，我最后只剩下3326块钱。然后我们刚才讲到很多，我们刚才讲到了，如果过去来讲的话，你好我好，我们都不缴。好，那我薪水可以高一点。那如果现在来讲的话，你知道吗？9月开始，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任何的员工可以回头去告你的公司。以前如果我这样子跟你好我好，我们都不缴的话，以前是可以的，现在是回头去告哦，而且呢，法院一定是支持你的，还可以回头咬。哦，因为你咬越多出来，我政府赚越多。那你就想到一个重点了。那如果你是公司怎么办？公司就直接告诉你，惠州华讯电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结业的通告，我就告诉你了。那我不玩了，可以吧？结果就关闭了。所以呢，你想想看哦，参与社保的话，这个弧度一定是怎么样？节节下降，干脆大家都不缴。宇轩，我们刚刚讲，中国一直说不要卷，不要卷，外送照样卷，只是为什么？秋天的时候送上一杯饮料，证明我的爱意。还有一个卷的是什么？电动车。我突然没想到，电动车我们除了看到很多车祸案之外，没想到今天这个画面我惊呆了，一台比亚迪竟然连续被雷劈了，这是什么天有异况啊！赵因为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但这个吓死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比亚迪的车主呢，刚好开在路上，有没有看到？闪一下，bang bang， 冷虾，有没有看到 ？bang bang， 冷虾，然后他就停下来，开始怀疑人生了。各位，这吓死了！这边我们俩真的太神奇了，因为这个是在广西的地方。那你看啊，它虽然说有下一点小雨，但感觉起来也不知道，也没有雷声大作啊。但突然间就雷就这样打到这台车子啊，然后呢，他就说那一刻呢，我吓坏了哦，我内心瑟瑟发抖。就后来发现，到了，人还活着。车也好的，这不会是比亚迪的宣传广告吧？当然不是，我想雷劈4次对，后来呢，各位，因为我们目视带只有2次，其实它是4次啦哦，一大一小，跟打摩斯密码一样。专家就出来讲，坦白讲，我觉得这时候不需要专家，你只能说这叫好高温呐。他说因为车辆的外壳由金属构成，具备导电能力。当闪电击中时，电流会沿着车体呢导向地面，形成法拉第笼的概念，自然的防护网。所以车内的乘客呢，我们讲不易受到伤害，但是可以损害车辆的电子系统，影响中控、导航及感测是。但照我跟你讲，免讲啊贼啦，就是一头卡轮胎是橡胶啦，对，所以让他逃过一劫啦。我讲完了，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原来是这样子啊！后来他有送进去比亚迪这个进厂维修保养嘛？后来发现说有啦，有没有一个洞？2个洞，轻微，就灼伤，就烤漆烧修夸辣惨了。但是我跟你讲有另外一个厂牌啊，就没那么好运。那个厂牌是小鹏，我们之前不是在讲说它的自驾或什么都出很多问题，烂透了。对，然后呢，他怎么办呢？只好花拳绣腿。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叫做诺诺笑笑倩。什么东西啊？诺诺笑笑倩啊，就是比如说你前方车辆非常慢嘛，对不对？或前方的车子呢给你3宝吧，那你又不能去撞它，你也不能我们讲的对它干嘛，你就可以丢水果、丢猫咪、丢东西砸到它，就是你这样就会消气。我心想说，大哥啊，小鹏汽车啊，你知道方向盘有一个按键很好用，你知道我那个按键叫什么吗？叫做888，叫做喇叭。你为什么不喇叭下去就好了？开很慢，你按喇叭，你丢什么水果啊？而且他还是开展示会哦，人家 Apple 展示会是跟你讲说，我没有什么新功能啊，这个触控如何啊？不，展示会小鹏汽车说我可以丢水果，我心想说你是在开玩笑这到底什么烂功能啊？好，那我想，那你核心功能做好就算了，偏偏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小鹏的驾驶不会因为前方的车辆而暴怒，但是会对你小鹏汽车暴怒，因为他现在驾驶被人家发现说他的方向盘有问题。对，什么叫方向盘有问题？灯谁没办法灯谁，换言之转都没办法转。所以他们最近呢有一个商场里面就看到小鹏的车子在里面但不是展示车各位，他是从外面撞进来的，直接从外面滴隆就这样撞进，然后人家看到说所以你小鹏汽车也在进行这个对撞测试吗？还记不记得我们介绍过跟卡车对撞？对那把卡车撞飞你现在还把商场撞飞，下一个你就可以把雷根号撞飞了，好不好？什么都可以撞飞。然后你看小鹏汽车也在里面，然后这边还有床垫，你知道，所以人家才会怀疑说是不是对撞测试，当然不是嘛。但是真的有浙江人的张女士打电话去哪里的官方频道188黄金燕，说什么？说我突然间要转方向盘，说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他说怎么样不对劲？方向盘特别重，
转不过来，没法转。那就一个女生嘛，她就说方向盘变很重，根本转不动。来，各位，我这边稍微我们讲平衡一下。像我自己也用自驾过，你自驾系统的时候，你确实转那个方向盘也可以，对，但是转得动。对，但是呢，小鹏是自驾系统之后呢，完全转不直接动，锁死了，吓死人了。所以你要把生命交给他，你要相信小鹏，相信爱。那甚至有一个郑先生呢，他就相信小鹏，相信爱。所以你知道吗？他就开始自驾，就刚好又遇到了自驾车的我们讲地狱路口，什么？就是有这种交流道的地方。对，所以你看哦，小鹏这边仿佛在人生当中的十字路口徘徊，我要往左还往右，最后面呢，滴滴的就往那个我们讲的栅栏直接给撞下去。时速才20几公里，这样也能撞？其实你不要怪小鹏，为什么？中国的车子都是一个德性。比如说有一个叫做萝卜快跑，你知道为什么要叫萝卜吗？为什么？因为它是 robot。robot taxi， 所以他为了要接地气，变萝卜快跑，就一个萝卜，你知道怎么样吗？一个坑，对，就填下去了，就下去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他就萝卜快跑，跑在路上，跑，然后他自动驾驶然后里面呢还有女乘客然后就砰一个下去。然后都天旋地转，还好里面女乘客没事。你会看到现在爬出来就是搭乘萝卜快跑那个倒霉乘客，然后就萝卜快跑说什么？说安全是我们萝卜快跑无人驾驶用车的第一准则。你知道赵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吗？代表说摔到坑里面，但你人还是安全的；开很慢，你人还是安全的。那女乘客说：“我怎么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这萝卜快跑会掉到里面去？”这边周边的商家说：“明明就围起来。”各位他其实画面你往后退一点，你会发现。他有架那个警示的，有架那个，那他就是把他撞下去了嘛，硬撞过去的。但很奇怪，就天堂有路他不去，地狱门他偏要闯。但是我最后跟各位提醒一点，你不要以为萝卜快跑真的是自动驾驶，为什么？因为会被人家发现，他的总部里面呢都一个人坐在那边，要远端遥控，根本就是远端驾驶。真的假的？对啊，他就是远端驾驶，远端到。摔到坑里面去，他可能在吃泡面，可能在打盹嘛，他可能做很多事情。换言之中国的自驾距离真正的自动驾驶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